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郁金香跨境指南。那今天这个话题呢，主要给大家探讨一下注册美国公司的一个好处以及如何选择最佳的一个注册州。那这个呢，相信对于很多跨境卖家和有志于拓展国际市场的朋友来说呢，无疑是一个宝贵的一个建议。那么希望今天这期视频呢，对你呢有一点的启发。喜欢郁金香呢，记得来订阅我的频道。那首先呢，我们先讲第一点，在美国注册公司有什么好处？在美国注册公司它有什么优势？那这里呢，我简要的给大家列出了10点。这儿呢，我直接让 ChatGPT 呢帮我说出来。那么这里呢，对于我们一些跨境卖家来讲，那最明显的一个呢，就是一个信誉的提升，还有呢一个税务方面的一个优势。还有包括一个简化支付流程，下面的一个全球经营。简单的说我们知道信誉的提升是很多时候呢，比如说你经营一些电商网站或者说独立站，尤其是以这个欧美为主的，比如说你的客户呢，他是在美国的加拿大，又比如说你的客户呢是加拿大的，那你就要去考虑开设注册一个美国公司，那么它可以帮你去提升一个网站的信任度。主要的客户群体呢，就是美国跟加拿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的公司是美国的，那就可以大大的提升你的一个信誉度。那如果说你使用的是一个国内的公司来经营的话，那就不太合适。如果你注册是美国的你的网站里面放置的呢是美国的信息，那这样呢就可以提升一个信任度。还有经常说的一个简化支付流程，这里呢我也让这个 GPT 来帮我解释的详细一些。如果说你有美国公司的话，你就有一个 EIN 的一个税号，那如果说你还能有一个 ITIN 个人税号的话，那基本上你是可以去申请。就比如说一些信用卡收款公司，可以看到全球支付接受在美国注册公司后，那更容易开设支持多种国际支付方式的商业银行账户，比如说一个 PayPal 之前小鱼呢有给大家介绍了这个 Wise， 那么它呢也是可以设置多种货币全球支付，注册呢也是非常的简单。这里呢我也把相关的链接放在了描述栏。那这样的话你就有非常多的一个选择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它的一个简化流程，还有一个多币种的一个结算降低交易费用，减少汇率的一个损失，还可以自动化对账等等。那这里其实就是说这个简化支付流程的话，它不仅降低了一个跨境交易的复杂性和成本，还提高了交易的一个安全性和客户的一个购物体验。所以这个呢，对一个跨境电商来说呢，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全球经营。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经营的话是跨境电商在美国注册公司的一大优势。那么它意味着企业呢可以更轻松的将业务扩展到全球市场，就像一个市场的一个准入和扩张。那就像有的呢去注册一个美国公司的亚马逊、奥尔玛，那都是可以的，你注册了美国公司。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跨境电商平台，因为一般的跨境电商平台呢，它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你想去注册的话，你必须要就是要有一个美国公司。下面这几个呢，我就不给大家一一的说了一个融资机会、全球经营、多元化风险、优惠政策和补贴、商业文化和网络。总之在美国注册公司的话，企业不管是公司还是企业呢，它可以享受一个市场准入和扩张等等一系列的一些多方面的优势。接下来第二点呢，我们知道美国呢，那可以看到这张地图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州。那么在这些当中，我们该怎么样去选择呢？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你也不了解，也很纠结。那我应该在哪里去注册呢？那这里呢，我也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在这张图片当中呢，有3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内华达州；第二个呢是怀俄明州，这里呢还有一个特拉华州这里它没有显示出来。可以这样说呢，这3个州呢是很多跨境电商呢都会选择去注册的这几个州，是最多的注册的美国公司的3个州。那首先最受欢迎的一个州呢，就是一个特拉华州。特拉华州为什么这么多大型的一些公司呢，它都会去选择注册一个特拉华州主要因为呢它的一个商业的友好的一个法律环境，
还有呢一个高度发达的一个公司法体系，很多大型公司啊，它都是在这里注册的。就比如说一个可口可乐呀、沃尔玛呀，还有谷歌的母公司啊，苹果啊，注册呢都是在这个特拉华州。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么如果说你有 GPT 的话，很多问题啊，你可以通过 GPT 来帮你解决。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内华达州，它呢也是比较有名的，主要呢是因为它的一个较低的一个税收和较少的一个商业规定啊，所以因为这个呢受到欢迎，并且呢它还提供一定的个人隐私保护，因为它的一个税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就是怀俄明州，那这个州呢它是没有一个商业收入税的，没有一个企业所得税的一个收入税，这个对于公司来讲呢，你相当于少了一大笔的一个税收。那么这里首选呢就是一个特拉华州，另外两个呢就是其次的这两个州，主要是因为他们税收方面的一个优势。第四个州呢就是一个德克萨斯州，简称德州，那么它也是没有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并且呢还有一些企业可能呢享受其他税收的一个优惠，所以说在这里注册的也很多。还有一个佛罗里达州啊，它也是没有一个个人所得税。那么这里呢，可能它比较面向的呢，主要是一些旅游房产退休社区这些注册的会多一些。还有就是一个下面的一个加州和一个纽约州新泽西州，在后面呢其实都不是很推荐大家去注册，因为其实这个加州的话，它的税收呢也不低，大家呢也都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么这里呢，我一定告诉大家，在选择注册州的时候呢，一定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包括税收政策呀、商业环境法律体系以及个人或你的企业的一些实际需求做出一些明智的一些决策大家都可以去多了解一下。那么这里呢，简单给大家介绍完了，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了解一下注册一家美国公司需要准备什么，还有它的一个注册需要多长时间呢？包括它的一些费用。那首先我们看一下注册一家美国公司需要准备什么。那首先法人的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那法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比如说护照或者身份证，公司的名称需要提供，你要确保你的这个名称呢在这个州呢没有被其他公司使用，可以多选几个备用名称。那注册地址要有一个有效的美国地址公司的结构和管理信息、经营范围，还有一个有效的一个电子邮箱。这里呢是一个国际信用卡，那这个国际信用卡的话，就建议大家可以来注册一个这个外字。那这里再看注册一家美国公司大概需要多久。这里呢，公司准备这个公司注册文件的话，准备和提交呢大约需要2到3天。还有一个 EIN 的一个雇主识别号，那这里呢大概需要14天的时间。还有呢，开设公司的一个商业银行账户呢，大约需要6天。它这个公司的一个商业账户注册呢，这里也是不需要一个 EIN 的。其实这个简单点理解呢，就是你把你的公司注册下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申请一个商业账户。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 First Face。这个就是注册一个美国公司的一个 APP。这里呢，我也是简单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费用。那首先呢，它的一个价格呢，一次性的一个费用呢是$399。这边呢，我们需要再注意一下，知道它这个注册，第一呢是包含你公司的一个注册，第二呢是还有一个 EIN 的在注册里面。那还有一个就是你注册的这个地点，你后面呢自己要在这个里面去加，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呢去租一个月的地点，或者说2个月你随时可以取消，它是在包含在里面的。这里面可以看到了，它还有一个终身的一个专家支持，相当于是一个技术支持。那么在这里可能有的时候呢，你还会看到一些公司的注册它的价格可能只要$100多。它的这个价格的话，那肯定它的这个 EIN 的税号呢肯定是不包含在这个里面的，因为这个 EIN 的税号申请一般来说呢也要将近要$200，所以说其实这个价格的话已经算是非常的实惠非常的便宜的价格。那这里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那相关链接呢我都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OK， 今天呢郁金香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对一些
新手跨境朋友们呢有一点点的帮助。那我们就没有订阅我的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